很多人以为缅北三兄弟联盟与缅军政府签署缅北停火协议后，缅甸的战火会逐步消停。然而事实上，缅北三兄弟联盟的1027行动就像星星之火，点燃了全缅甸抵抗组织的革命热情。整个农历春节期间，除了果敢地区战后显得相对祥和，缅甸其他地区却战火四起，包括克钦军、人民保卫军、克伦民族国防军、若开军，在多个地区与缅军展开了激烈交火。尤其是通米能领导的若开军已经攻占了若开邦绝大部分地区，正在围攻若开邦的两大重镇皎漂和石队。上期节目我们分析过，皎漂有缅军重要的丹纳瓦底海军基地，而且还是中缅油气管道的起点，战略意义重大。而石队同样是重要的经济港口，更是若开邦的首府。一旦拿下石队，若开军就能实现其光复若开邦全境的目标。当前若开军对石队的进攻已经推进到帕德莱克的缅军232营基地，距石队市区仅6公里。同时对石队以北明比亚以南的第9军事指挥学院发动了攻击，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军事堡垒，占地近8平方公里，战壕工事密布，规模超过滚弄，可以说亚洲最大的堡垒群也不为过。另外，为了延缓若开军推进的速度，敏昂莱又采取了炸桥大法，连续炸毁了石队附近的多座桥梁。目前石队城区已经人心惶惶，很多居民担心战斗随时可能爆发，而一旦战斗开始，缅甸军政府又会进行大量的炮击和空袭。一半的石队居民已经逃离，有能力的人都去了仰光、曼德勒或卑缪，许多人正在试图购买机票，但机票已经预定到了4月下旬，票价也是水涨船高，临时取消订票的价格都需要70万缅元，折合人民币2000多，是平时的8倍。另外一些人则试图从海上逃走，就像2月初缅军方已经通过军舰将政府官员和家属以及70多辆车辆转移至仰光，但目前来说出城的道路已经被缅军严密封锁，许多居民已经无力逃离也无法逃离。由于道路封锁，商品短缺，大米、食用油、燃油的价格都飞涨，大蒜和洋葱几乎已经断供，就连一辆2手自行车的价格也已经飙涨到50万缅币。互联网和通讯已经被切断，只能用军用电话，但信号不稳定。渔业和贸易企业已经关门，街道基本空无一人，但好在医院还能正常开门。与此同时，若开军已经攻下皎漂附近的兰里镇，随后缅军方对兰里进行了持续空袭，附近丹纳瓦底海军基地的军舰也使用重炮对兰里城区进行了轰击，直接摧毁了兰里200多所房屋，几乎包括整个兰里镇第4区。若开军甚至指控缅军动用了化学武器。当然，作为三兄弟联盟之一的若开军在与缅军展开激战时，作为盟友的果敢同盟军和德昂军也不能坐视不理。就在2月19日，三兄弟联盟再发联合声明，宣布只有推翻缅军政府才能给缅甸带来持久和平与稳定。三兄弟联盟强调，2021年以来，缅军一直是东盟国家中最残暴的法西斯军队，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。2024年开年以来，缅军又变本加厉，包括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，造成了严重伤害，使全国各地民众饱受苦难。三兄弟联盟在北善邦的1027行动后暂时停火，但缅军政府继续虐待缅军控制区内无辜的城乡平民，以虚假罪名逮捕他们，每天都在侵犯人权。这不仅是对若开邦，也是缅军在整个缅甸一系列军事挫败后的报复性动作。三兄弟联盟决心在政治和军事上彻底推翻缅军独裁政权，这也是缅甸全国人民最深切的愿望。就在声明发布的同时，果敢同盟军已经向腊戌方向集结，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腊戌会战也将打响。而敏昂莱近期的强制征兵行动也遭到了缅甸年轻人的抵制，大量的年轻人直接投身反抗组织。缅军全面撤出若开邦也已经进入倒计时，缅甸局势将如何演变？本频道将持续关注，欢迎订阅简易指南，下期再会。